这绝对是近年来最劲爆的史诗级战争电影，刚上映就收到9.8的高分。参与的演员都是现役的海豹突击队队员，武器方面也都是现役的装备，还受到美国陆军司令部的支持，并且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一支精锐的海豹突击队正在重要的关卡检查过往的车辆。阿富汗的司机大爷可不想惯着美军。美军士兵看到大爷拒不配合，索性就强制开门将他拖了下来。下车后的大爷不敢靠近货车，货车在一瞬间发生剧烈的爆炸，导致一名翻译官和一名士兵当场死亡。这不是电影画面，而是真实发生在战场的故事。还没等特种小队继续悲伤，上头就派来一名新兵蛋子。队长约翰只是敷衍几句，就欢迎新兵的加入，因为现在正缺人手，队伍现在只差一个翻译官。上头强烈推荐这个光头，此人性格虽然比较倔强，但却精通8国语言，其实力曾经参与过多个作战任务，每次都能安全的回来。而队长约翰却像看新兵蛋子一样对待光头，只是约翰浑然不知，光头沉稳的性格也说明了他的实力不可小觑。之后发生的事也确实如此。Don't disappoint, turn out to be a pain in the ass. Not me, sir. 特种小队集结完毕后便继续执行任务，寻找城市中塔利班组织的掷弹窝点。因为这些窝点流出来的炸弹不仅阻挡了数次任务，还炸死了许多美国士兵，因此约翰的队伍就担当起剿灭窝点的任务。在得到确切的情报之后，特种小队来到一个大门紧闭的房子，翻译官光头却说自己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这让约翰感到特别惊讶，加大了要进去检查的决心。然而开门的却是平平无奇的男人，抗拒只会让美军士兵强行突围。男人虽然不情愿，但也别无办法。谁让情报声称这里有炸弹？当约翰带队进来的那一刻，全部人都傻眼了。情报错的离原上谱，这里根本就不是掷弹的窝点，而是当地人吸食大麻的地方。整批队伍丢脸都丢到家了。He says your intel is poo-poo. Just tired of this bullshit. How come you know so much about what cooks here? That this is how you spend your lazy afternoons. 只能假装镇定，若无其事地离开，返回基地补给食物和整顿装备。新兵蛋子声称收到可靠的情报，距离基地50公里外的矿山有一个塔利班掷弹的窝点，整条路线他都已经规划好。Right, so we got a plan. Right is right. 约翰听到可靠的情报，随即便组织队伍全副武装再次出发。Sergeant Kelly, can you please stop the vehicle? Excuse me? I think we have a problem. Please stop the vehicle, Sergeant. 可当行驶到半路的交叉路口时，翻译官光头却叫停了车队，这让队长感到非常愤怒，认为自己的权利被光头剥削。而光头叫停也是有原因的，他怀疑这其中有什么猫腻。新兵蛋子不应该带他们走这条路，除非他想把队伍带入陷阱当中。因为他说前几天大暴雨的原因，将最短最优的路线冲毁，只剩下这一条道路。作为当地人的光头知道上次大雨并没有影响到这边，所以新兵蛋子可能是塔利班的卧底。然而约翰却认为线路没错。约翰为了让光头闭嘴，直接安排无人机升空检查，再让2个士兵到制高点观看。制高点的士兵通过望远镜查看，并未发现山头那边有什么动静，而且天上的无人机画像也并没有发现前方有任何一个人影。就在这时，光头与新兵蛋子这边发生了情况。当约翰赶过来时，只看到光头拿枪指着新兵。He gave up our position. 光头的第6感敏锐地感觉到，新兵就是塔利班的卧底。I am not gonna ask you again. 可约翰根本不相信光头的话，直接缴械了光头的配枪。就在这时，躺在地上的新兵说话了，声称自己被逼无奈，因为塔利班抓了自己家人。不仅如此，无人机画像也传来消息，前方确实是一个埋伏点，沿着线路往前开8公里远，都是塔利班组织的杀戮箱。这就说明光头的判断是正确的，也让队长约翰再次佩服眼前这个男人。光头的这一次拒绝命令，却拯救了一整批队伍。隔天长官亲自到来，带来了一份秘密的资料，距离基地100多公里外有一个矿山，那里就是塔利班掷弹最大的窝点。可那里距离基地太远，空中支援也需要3分钟才能到达，这一次他们需要靠自己了。Jizzy's hemorrhoids won't be able to take it. Yeah, even if we do find shit that goes bang. We're here. Do a final comms check, Tomcat. Roger that. Comms too, John. 当车队来到指定矿山后，立马控制了现场所有人员，
负责人声称他们找错地方了。继续往下开1公里就有一个废弃的矿山，那里才是美军想寻找的窝点。شما پشت طالبان میگرده؟ اصلا شما در جای اشتباه آمدین. تشکر. ما آنجا رو با دان چک میکنیم. Something's not right. He's lying. 然而楼层内却有一个塔利班成员正在跟总部汇报情况，这里已经被美军士兵发现。塔利班高层听到消息，立马让手下安排几辆皮卡前去增援。矿山负责人的小心思一下就被光头识别，希望约翰带队检查整座矿山。下方几名士兵立马控制可疑人员，狙击手在制高点寻找狙击位置。就在这时，下面的士兵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发现了大批量的 AK-47，这不得不让队伍谨慎起来。约翰则带领剩下的士兵朝着矿山控制室前进。Hands behind your backs! Get them on the floor! 还没等他们靠近房子，就听到里面传来声音，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直接吓了一跳。里面不仅有大量的炸弹背心，塔利班成员正在执行录像任务，也就直接说明了，这里就是情报中提到的掷弹窝点。随即便跟指挥中心申请空中支援，但他们现在需要先突击剿灭敌人。I'll let you stay here. 两人多年来默契的配合，瞬间将所有塔利班成员击杀。再安置一枚定时炸弹在房间里，队伍便开始撤退离开。然而数名敌人突然从山上下来， Kawa, we are on your left. Cover. 一瞬间的交战让队伍痛失一名队员。 Heady's down. Get them on their feet! Get up right now! 此时狙击手发现了新的情况，2辆塔利班皮卡车正在逼近，下方的3名士兵做出迎战准备。悍马车上的 M2H12.7mm 重机枪对着进攻的塔利班成员一顿疯狂输出，可机枪手也被一枪打中。可后方又来了一辆满载塔利班成员的皮卡，没想到敌人拿出了 M224 便携式小型迫击炮，还没等狙击手反应过来，他就被炸得连渣都不剩。不仅如此，塔利班的支援源源不断，士兵也葬身在火海当中。塔利班的进攻越来越猛烈，美军士兵也接二连三的倒下，带来的9个士兵如今却死掉了5个。敌人如潮水般袭来，敌众我寡不宜作战，约翰不得不发起撤退命令。 You have an SUV coming. We'll cover you. Take that truck.4个人2辆车开始飞快离开。正当他们以为能安全离开时，一辆皮卡遭到迫击炮的轰炸。塔利班如此凶猛的攻击，让约翰踩死油门不敢松懈，也因此成功逃离了矿山的包围。虽然塔利班的掷弹窝点被毁，但特种小队也损失惨重，9个人如今仅剩下2人。不仅如此，塔利班的车队还在后面追击，车上的光头试图用卫星电话联系指挥中心，可那边却迟迟没有回复，一直沿着大路逃跑，肯定会被追上来。2人索性直接放弃了车辆，开始徒步跑进深山当中。身后的塔利班成员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下定了活抓约翰2人的决心。当矿山上空的空中支援赶到时，只看到下方一片狼藉，浓烟滚滚，宛如炼狱一般。这一场战争胜利中掺杂着失败，虽然成功捣毁了塔利班的掷弹窝点，也成功击杀了40名塔利班成员，但美军也损失了7名海豹突击队队员，队长约翰和翻译官光头下落不明。We'll rest here for the night. Here is 120 clicks in that direction over shit terrain. We're not walking, we're double timing. You good? I'm good. 此时2人正在翻山越岭，试图偷偷溜出塔利班的包围。 They're on us. You ready? Following you, boss.
然而每经过一个交叉点，就会发现有塔利班在守候。两人也通过默契的配合，将第一个关卡的2名塔利班击杀。就这样循环反复行动，他们接二连三捣毁一个又一个关卡。可塔利班也不是傻子，联系不上同伴就发现了不对劲，立马派来满载塔利班成员的皮卡，每个人手持 K47。尽管约翰2人非常小心，但还是被山上的塔利班领头发现。约翰2枪直接拿下敌人的脑袋，继续朝着山间断崖奔跑。约翰运用精准的射击在前方开路，光头殿后解决麻烦。此时此刻不能停下脚步，约翰迅速解决前方2个敌人后，躲避到敌人的视野盲区中。当山上的塔利班成员下来时，只看到了队友的尸体，并没有发现约翰2人的去处，只知道朝着大道继续追击。只是他们浑然不知，约翰2人躲在旁边的山洞里，他们也因此逃过一劫，获得片刻的安宁。这时前方却出现一个小房子，约翰想上前补充点食物，得到的却是塔利班的子弹，子弹直接贯穿了约翰的手臂，他只能单手持枪企图还击，可下一秒又被子弹射穿大腿。不仅如此，塔利班还趁机靠近将约翰打晕，从而完成任务，活抓了美军士兵。此时的约翰被击中脑袋，整个人反应不过来，只能任由塔利班处理，最坏的结果就是将其带回去。此时约翰已经放弃了所有抵抗。正当塔利班成员互相争吵时，奇迹发生了。躲藏的光头及时出现，将在场的所有塔利班成员全部击杀。身中数弹的约翰也因此被获救，只是他现在因失血过多，意识已经不太清楚。光头并没有放弃约翰，而是打算将其带回基地。We can't take the roads. More men will be coming here in trucks. 简单制作了一个担架，光头就这样拖着约翰离开现场。这一路属实不太容易，翻山越岭，穿过河流，这一切都是光头一个人扛着。从一开始他就没有任何抱怨。经过几天几夜不停的奔波，光头力气也消耗殆尽。他来到一个补给点补充能量，一大瓶水直接全部喝完。下一秒，眼前却出现武装车辆，光头立马用毯子将受伤的约翰挡住。来者正是塔利班的成员，他们也恰好来这里补充能量。两人四目对视，仅仅一眼，塔利班成员就感觉不对劲。等他掀开毯子一看，居然是要抓捕的美军士兵。光头丝毫不给他们机会，2发子弹干掉2个敌人，剩下一个被直接撂倒，凭借最后一丝力气狠狠地将对方勒到窒息，也解决了2个人的麻烦。然而还没等他原地休息，前方就出现大批量美军士兵，他们并没有认出光头，而是看到了车上的约翰。此时的他已经奄奄一息，在美军士兵的帮助下，约翰成功返回基地接受治疗。经过5天的抢救，他也成功的恢复状态，但他却得到一个恐怖的消息。塔利班听到是光头帮助的约翰，现在对他展开了追杀令。没有军队保护的光头只能带着家人东奔西跑，这也让约翰感到深深的自责。所有人都不知道光头的下落，唯独光头的哥哥例外。当约翰找到光头的哥哥时，对方就知道了他的来意，告诉约翰弟弟的藏身地点。但哥哥跟塔利班是合作关系，并不能直接参与营救弟弟。约翰此次前来也正合哥哥的意思，希望他带着弟弟一家人逃离这个国家。I guess you know what I'm doing for a living, right?
My brother has become very unpopular. Well, that's why I'm here. I feel bad about that. If you can give me the location of your brother, I can get him out of the country. You can't take that. It's too dangerous. 不仅如此，还给约翰安排了自己的司机和一辆货车。 But this is his last chance. The price on his head is too great now. Good luck, John Finlay. 多好开心。司机身上有塔利班的通行证，果不其然，万事俱备的情况下，货车很轻松地通过各个安检。正当他们以为危机解除时，前方的检查站却不那么好说话，不仅逼停了行驶的货车，还要求打开后备箱检查。约翰反应迅速，将两人击杀，只是他们浑然不知，行凶的过程正好被塔利班成员看到。他随即跟总部汇报，总部让手下一直跟随货车，直至支援赶到才发起进攻。货车经过1天1夜的行驶，很快就来到光头隐姓埋名的藏身地点。两人见面时面无表情，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但经过生死患难之后，此时的关系比亲兄弟还亲。约翰希望光头带着家人跟自己去往美国，这样就远离了塔利班的追杀，过上幸福宁静的生活。光头也毫不犹豫地相信约翰。所有人躲藏在货车里，朝着撤离地点大坝出发。可他们前脚刚走，塔利班满编队就赶了过来。老大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将几人活抓归来，不然所有人都别回来了。此时塔利班车辆更加疯狂，在货车快靠近大坝的时候，就被塔利班的车辆追了上来。后备箱里的约翰和光头立马开枪还击，塔利班车队还没反应过来，第一辆车就被直接射中，整车翻个底朝天挡在路中间，也给约翰等人争取了片刻时间。再运用这个方法，将货车拦在大坝的隧道口，约翰等人徒步跑到大坝上面，燃烧的货车挡住去路，塔利班成员也不得不徒步前行。虽然约翰的枪法射击精准，但敌人如潮水般的袭来，使得几人反抗起来有点吃力，直至最后打光了所有子弹，撤离地点也没有支援赶过来。正当他们绝望之时，奇迹发生了。一架C-17运输机搭载的105毫米口径的火炮，朝着地面上的塔利班成员疯狂输出，山上奔跑的敌人也难逃一死。而后方敌人想支援过来的皮卡，就由空中 AH-1眼镜蛇武装直升机解决。几门炮弹下去，敌人灰飞烟灭，现场只剩下一片狼藉。来者正是约翰邀请的雇佣兵，这个兵力装备比一些国家还要强，约翰等人也因此获救。最后，光头一家人来到美国，约翰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他欠光头的一条命。